大家好，谢谢点开我的影片。这次我要介绍巴厘岛乌布2条健行步道，也顺便讲一个关于陌生人在一进入巴厘岛就被判社会性死亡，但最后又复活的故事。对于想在巴厘岛耍自闭、寻找内心平静的人，可以利用这样的风土民情，好好享受社会性死亡所带来的好处。我们从乌布皇宫出发，这2条健行步道，一条是卡江路，另一条是卡普汉3级步道。2条步道都算是基础级，尤其是卡江更是悠悠等级，不用花太多力气就可以看到稻田美景。卡普汉3级步道也算是基础级的，只是距离乌布皇宫稍有一段距离。按照这条步道的名称，顾名思义，就是会有一段爬楼梯或爬坡的路程。那我们就开始走吧。卡江路的入口距离乌布皇宫大概不到50公尺，旁边还有星巴克。3月初造访的时候，乌布市场还在整修，所以摊商都会搬到卡江路，大概绵延个100-200公尺吧。没有摊商的卡江路会变得非常的安静，天气好、有点风的日子走起来就会非常舒服。在步入卡江路的尽头，路面都是水泥铺成的。并且有当地居民、商家，甚至是外国游客参与制作水泥拓印。有兴趣的人可以慢慢欣赏，慢慢走，慢慢看。趁着这条好走的步道，我来讲一个巴厘岛社会对于陌生人的对待方式。我第一次认识巴厘岛是在研究所时念到一篇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论文。Clifford Geertz 这位文化人类学家曾在1950年代在巴厘岛蹲点，研究巴厘岛的社会文化。对于各种不同文化社会中蹲点的人类学家而言呢，大多社会对于一个外国人进入社区都会带着异样的眼光、好奇，甚至是敌意的眼光，而这些眼光会进而产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。但是在巴厘岛，这里的人对于外来的陌生人总是会直接让他们社会性死亡。冷漠无视或者是不互动，让你会完全没有感觉到有存在的感觉。尽管巴厘岛人看到无视于你的存在，其实他们默默的都还是在观察你的一举一动。但巴厘岛人其实也不是这么样一直无视于人，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神奇的时刻出现。而这个神奇的时刻在 Clifford Geertz 的经验里面，就是在参与一个非法的斗鸡活动，然后被警察临检，跑被警察追之后才发现的。对了，由于斗鸡活动在巴厘岛其实算是涉及赌博行为，而且在斗鸡在相斗的时候，他们身上其实会装着一些刀械，所以一定会发现出现那种你死我活的状态。所以在巴厘岛斗鸡一直是非法的活动。现在在一些巴厘岛社区里面还看得到斗鸡场，但一般观光客不会知道这种事情，而且一般村民基于冷漠对待外人的方式，更不会提到这个非法活动。甚至当地的商业艺术家其实也很少以斗鸡为主题来作画。那回到神奇的时刻， Clifford Geertz 在跑给警察追之后，又逃到当地的村长家。村长本身也刚从斗鸡场偷跑回来，村长跟 Clifford Geertz 都打死不认刚刚参与了非法活动，并且村长向警察口述了许多这位人类学家的日常活动，让警察误以为他们是好朋友，于是就放过他们了。这神奇的时刻就这样出现，其实并不是因为陌生人被无视，而是这个陌生人还没有跟当地人产生一些共同的经历，或者是一种跨越道德的边界，所以他们还没办法成为自己人。而这就是一个外来的陌生人在巴厘岛社会性死亡又复活的故事。卡江路的尽头，也就是在最后一个上坡路，原本直接是一望无际的稻田，但是现在被一家餐厅挡住了。这段从乌布皇宫出发抵达卡江路的尽头，大约是1公里的路程，快步走的话大约15分钟。接下来不管是往左走或往右走，都是一望无际的稻田。我通常都是选择往右走，视野会更开阔一些。
路旁这些曝晒过后的椰子壳，其实可以拿来烧，无论是烧烤海鲜、烤猪，甚至或是拿来作为祭典或者是艺术表演使用的。旁边这位是卖新鲜椰子的阿婆，她的简陋店面的木板上其实都是游客的留言。而这位阿婆其实不跟人互动的，属于佛系卖椰子，也很巴厘岛传统居民风格，懒得跟你多说什么。而在这条路上，其实会跟你打招呼的人，几乎都是跟你一样是外国人。Good morning。整条稻田路上有很多地方，旅客带着行李进出都得靠服务人员骑乘机车来载送，所以喜欢热闹生活的人想住在这里可能会觉得很无聊。不曾走到这个稻田的尽头，我通常都还是原路折返，因为乌布的地势是南北向，山脊、河流、主要道路也都是南北向，所以我没有办法控制接下来左转右转还需要走多久，或者会走到哪里，所以都会选择原路折返，也会比较轻松。我们接下来是要走坎普汉三级步道，从乌布皇宫走到步道入口，大约是1公里的路程。外不走的话，大约也要10分钟。那这个路程的过程里，其实交通会经历交通非常的繁忙，然后甚至有许多水沟盖走着走着就不见了。我们从入口开始计算，大约又走了2公里。由于途中有爬阶梯又上坡路，中途休息了一会，大概走了快2小时，才在一家挺厉害的餐厅休息，喝个饮料。这家餐厅还有面向对面3桶的无边际泳池，感觉是很厉害。回到社会性死亡的好处，大部分游客对巴厘岛印象都是阳光、沙滩、海冲浪以及各种水上活动，但是来到了乌布，大概就是只有稻田、健行以及晚间的艺文活动。假如你期待的是一个热闹的旅行，绝对会在这里感到很无聊。假如你是要来到巴厘岛寻找内心片刻的宁静，那就善用这里淳朴的人民，习惯让你一出现就社会性死亡的特色。除了餐厅啊、商店、饭店、交通需要跟当地人接触之外，你可以非常自在的转自闭，完全不会有受到别人打扰和刺激。当然，这前提是你要住的比较偏远一点。我走坎普汉3级步道这一天，其实天气实在太热了，而且又没有风。然后走着走着 ，GoPro 就拍到热档机，所以我的健行旅程就只能走到这边。最后补几张照片当作结束，回程就请了这家餐厅帮忙叫一台车回饭店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。